Hello， 大家好。这个蝴蝶兰连续开花已经有1年多了，从这些花梗就可以看见这颗兰花一直不停的开花。除了不停开花之外，它还在开完花之后再长出了一个高芽。这个高芽的根现在已经有2-3寸长了。一般长出高芽可以摘，可以不摘。现在看来呢，这颗蝴蝶兰长得也不怎么样，因为它连续1年的开花，它本身就长得不是很健壮，本身也是瘦瘦弱弱的，叶子也不是很多，只有3片叶子。所以呢，我还是决定把这个高芽剪下来。由于它是长在这个花梗的末端，掰下来是不可能的，还是要把它剪下来。这2条根已经超过了2寸长，也就完全可以把它们剪下来重新种植。剪过的伤口最好是把它晾干。这么小的高芽，在选择盆子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小一点的盆子。我用的是一个小的塑料杯，比划一下也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如果杯子用的太大的话，质料太多，也就是比较容易造成烂根的。今天用的质料主要是水苔，水苔我已经泡湿拧干水分了。用水苔种植蝴蝶兰其实是最简单的方法。用水苔把根包起来，如果根比较多的话，弄一个小球在中间。现在只是2条根，所以就无所谓了，只要把这些根裹住就可以。直接的把这些水苔塞到杯子里面也就完成了。把它压实一点。根在这里，这个杯子的高度是刚刚好。有陶粒的地方是用来储水的，多余的水分就留在下面。为什么要把这些水苔往下压呢？看一下水苔跟杯子边缘的高度，大概是1厘米的高度。这个高度就是要来浇水的时候测量水分的多少。特别是对新手来说，第一次种植蝴蝶兰，不知道应该浇的水分是多少。现在呢，只要把水倒满，大概是1厘米的高度，就可以维持大概是1个星期的时间了。直接的把水倒进去，就这样就可以。多余的水分会留在杯子底下，水不会溢出来。这种方法对新手来说是最容易的浇水方法之一。当然了，有经验的可以泡盆，直接的把水倒满，然后慢慢的把水分都沥干净，这个也是另外的一种浇水方法。杯子底下面可以留水，可以不留水分。根只是到这里，就算下面有水的话，也不会对这个根造成什么影响。时间长了，根会慢慢的适应底下面有水的生长环境，根也就会慢慢的往下长了。到时候就算根泡在水里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如果您所在的地区的空气环境比较湿的话，那么就尽量的把这些水分沥干，因为水苔的吸水性很好，加上空气的湿度非常高的话，根就会一直保持非常湿润的生长环境，这样对它来说就不是很好的生长环境了。蝴蝶兰的根是气生根，它喜欢的生长环境是渐干渐湿，也就是说根有一个干湿的过程。用水苔种植这种湿度在北美是绝对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我们这边的空气湿度非常的干燥。我们种植兰花一定要根据我们自己当地的气候环境来决定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这棵蝴蝶兰刚刚种下来就不需要给它施肥，等它长出新根、新叶子的时候才正常的施肥。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记录一下这棵高芽的种植的情况。谢谢您的观看，拜拜。